找到了旅行社，邀您共赏笑年出发吧。在苗栗可以很慢活，非常的舒服，好好吃，好好玩，放慢步调，享受这一切。很多东西都很好吃。首先我要带你去吃一个500碗，哎，你好，走，好炸，花生糖。花龟肉燥，这胖的呢，够好吃。还有呢，我们平常都听到100年传承100年啊，今天我要带你吃一个传承220年的风鸭。你要够心狠手辣才能做风鸭，断它的筋跟骨。肉归肉，哎呦，加起来肉跟骨头完全松开，传承了220年的味道。那你知道这附近有个地方叫铜锣？我知道，很有名啊。铜锣最出名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是什么？铜锣烧。卡通人物最爱吃那个嘛，铜锣烧。月饼中心慢慢下。我妈不让你炒。我的回球够中红。哇，很绵。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铜锣烧哎。还有，我带你去看一个我的老朋友，他们家提炼精油也已经要快要100年了，几十年来哦都是用老的功法，熏一下应该3天3夜没有蚊子会靠过来。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？6月挂菜给5星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芥菜刚好也是要在那边有一点冷的时候，最成熟、最丰富，刚好它的产季。这一次来到了苗栗，它有个地方，他们家的芥菜看起来真的是光彩夺目啊，没看过那么大的芥菜，大概有2万颗的芥菜，缺人手啊，我们很忙捡到哦。宝颗，哎呦，是，哇塞，你看这朵有多大朵？那我们刚好下这个坡呢，我们就要来一个笑人类出发吧！太高炸哎，假霸碳高炸哦，赶紧来买菜哦，买菜。容易，OK，哦，你看这里呢，真的是哇，百工百业，什么吃的都有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水果、海鲜、蔬菜，还有你那个鱼包啊，堆积的跟金山一样。布拉鱼呢？还有你看那个布拉鱼姑娘多漂亮，你看，好，吃一个。哎，你好，早。哦，应有尽有，干贝奶油什么？哎，你应该直播的吧？开个直播开始喊，这个非常新鲜哦。你好，好炸！哇，你看这个乐牌，鸡腿有现切吗，老板？有。这个看起来比较厉害，买一条都有，帮我们切一下。还是把这 OK， 40。就在菜市场可以吃到热的，我们就直接现吃了，一定要现吃。谢谢。老板，可以哦。你都是每天早上现炸的吗？对，包括这里放起来。哎，哦，美办哎，而且那个鱼浆满满，鱼的香味太厉害了，厉害！哇，你看他在烤鱼耶。哇，这边有很多地方电视台，你看我们做张国人，摇滚区哎，摇滚。这里还有苹果树，你看看不得了，它还有造景哎，这是真的苹果树吗？想说还蛮厉害的。而且呢，一个生意要做得好的人，一定要把那个新鲜带到菜市场来。你看他很懂得把这些叶子全部都还留着，喜欢你的 idea， 很棒。那个笑脸出发吧，笑脸出发吧，太集齐啊，OK， 加油，谢谢。哎呦，扬州卤哦，这个香气已经飘到很远的地方。砂糖橘，超赞，全部不酸，不酸全甜，是砂糖橘。这个是完全没有酸度的，而且是无脂的。这里红边哦，这一包多少钱？心里面是。好，气家，请就不好意思了。哦，谢谢。但是请就要现场播的啦。这是哪里产的？南投中寮泡面宫那边。哦，那个泡面土地公。哦，好香哦。这个你可以做这边。确定哈？橘子的香味，谢谢，扑鼻而来。这个柑橘的皮都是有精油的，就是比较清甜型的，多汁，哇，里面的颗粒呢粒粒清楚，重点是好方便哦，不用吐籽，而且你把里面所有的纤维一次吃掉，对不对？很棒。有年轻人愿意的驻守一个摊位，超级厉害。哦，油冒了，
来，叫奶奶，猪爸爸，陶哥你好，有猪肉、猪脚还有羊肉，哇，那个香气已经飙到那边去。有吗？带一下细节啊。对呀，你是一点羊肉，哇，喜欢的话你就多买一点。天气正冷，你要排骨的还是？没你莫回这种花，哦，愈食愈肥。因为他有拍8点档，身材会怕跑掉。他说，我有看你那个少年嘞。哦，对呀，猪爸爸哦。啊，你有看你拍电视啊？我经常听到人家讲说，徐老师你在招哪家？我不用照我坐车来。这么多圣机，他们说你为什么你家？砂糖橘有没有籽的砂糖橘？来旁听起来哦，无籽砂糖橘哦。马上旁听啊！哦，吃的会很淡定的但丁哦，赶快来哦，超甜的，超甜。电视看到你很老哎。啊，我是做电视的。杨秋瑶。电视看到很老哎。啊，你家电视坏了啦？对，一点点。小弟，今次500，我不爱吃较贵一点。哦，大哥，你老足久啊吼，看你的经验已经上少50年。好，你材料20年。走，一定要发明去存。我阿姐姐啊，研发。好个厉害呢，羊肉超嫩的。啊，刚才你两个吃，不要紧，重点是有两个。对，较少年。会使包起来无？先包起来嘿，太热情了啦。我摸无滴咧。你有手机啊？来，你手机好啊？这是一条，你等于唔知会使交代，无你某讲欠8欠不落地啊，无太落钱。OK，Thank you，打包。嘿，我咧我无去买你还倒入去。倒入去了。先食看卖，免打包，啊那爱食你就。喂，你话等咧，下底我就。南挑姐真厉害，我贵你都不要。招牌我。哎呦，看到，谢谢你哦，谢谢，祝福你生意兴隆，身体健康哦，财源滚滚哈。哎，万事如意哈。越来越少年了。谢谢是有，谢谢，少年嘞，猪爸爸。那必须吃一下。哎，那你们温蒂包多少钱？200块。那30纤维啊。他可以请我哩。来，再细加哈。加分起啊。哦呀。哦，哎，你好，你看过年过节我最喜欢逛菜市场了。你最近走出来吗？然后我把脸包住啊，我没有公害，然后很可爱，大家都很喜欢你，就会围住你了。干嘛呢？传说中的糖炒栗子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我必等蛙贵啊。美丽的小姐，请问这个弹珠怎么卖？这不是弹珠啊！请问美丽的小姐，糖炒栗子从顶楼摔下来变成什么？变成一个血淋淋的栗子。他没有写的，怎么歪歪的？下来啊！请问番茄为什么会变成绿色的？因为它惊吓过度。硬要讲啊，来，重点在这，重点在这里，重点在这里。台南蛙贵来喽！姐姐你好。大家都知道你们是500碗的，是自己去报名参加，还是拿着碗去跟人家跑步，拿了进入了前面500碗？没有，是主办单位秘密进行，一位教授来吃，吃完之后评比分数，对，要写报告。哇塞，还要研究就对了。到底是什么最厉害？能不能推荐给我？就是我们的主导台南蛙贵。哎呦，那有猪哦！哇塞！炒面、炒米粉，我们的主餐呐，蛙贵尝尝看，台南的比较看看。吃一下就知道了，有没有在500碗里面？看看是原汁原味。哎，你怎么会突然讲话变这么害羞？不是因为怕口水啊，我知道啊。对。我也很害羞啊。对。看起来就很好吃，超级的。哇。哇，满满的这500碗的已经呈现到面前了。所以当时那个教授来的时候，你们也不知道有人来。
你看就这样远近驰名了。原来500碗搞得跟米其林一样，都要秘密进行。我觉得这样子是对的。如果他知道他是500碗的裁判，他可能就会换泳装什么的。不会啦，不会，你不要这样子。魅惑他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在这边开多久？为什么是台南的蛙柜呢？小姑嫁去台南，然后亲家亲家母，他们做60年那时候。就是嫁到一个蛙柜世家，然后才有这样的亲戚联姻的关系。这个是多巧妙的。我们也做29年了。你们也做29年了。我们那时候去学的时候，他做60年了。所以小姑嫁到那边嫁了20几年了。魏案翁石姓，先前小姑厂啊。但是他们是小姑嫁到台南去，了解了台南的风味，把她带回来竹南，因为都有一个南字嘛，所以大家呢不要那么计较。来，我们吃一下。小姑吃了直接丢逼。感觉这样有 Q 吗？它那个米软跟的风味的确是台南路线的，可是我们有改进，因为台南的酱会比较甜一点，对，比较甜。我们北部人没有吃那么甜。既然你的蛙龟肉燥就胖的呢，加上那个蒜泥，直接美味升级。这个蒜头还带辣的，有合你们的口味了，非常好，非常厉害。因为我们规台湾人在这家哈，真的好吃，我们才会继续吃。啊那无哈，我们就开始吃你的猪血糕啊，猪血糕。我真是。瞬间，规我拢吃了。够好吃啊！但你做这真辛苦呢，一大早就要起来2点备料。不是啊，备料是你今天就要备好。2点起来开始就没有停了，就一直继续。他几点开店？6点卖到结束就下班了。一天平均要卖几碗？哎呀，现在不能讲了啦。不能讲，秘密。太美妙了，还有这个大米沙咖啡温茶哦，那面也你吃，正2，因为我是囡仔，我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只有16岁，虽然讲要当大人，当无算会过，免吃遐尼多，我们面条超 Q 的，这就是看到细汉时候去市场好不好？吃的那种炒米粉跟炒面。我记得我念高中的时候，那时候大家很匆忙，大家中午有时候呢，家里有时候要给你带便当，给你什么的都不要。去福利社，他一包一包用塑胶袋，然后呢，把酱放进去呢，揪，后面挖个洞，有没有？真的以前是这样子啊！今天我们2个实在差那么多。有那个我看过，我16岁，你36。我们才大约2岁嘛，而且再加那个蒜泥，它的面体够 Q 弹，够脆感，红萝卜、肉燥、油汤、虾米超香的。这种传统市场里面就是有这种味道啦。其实人家说日本很多干妈都很恶心，但是我每次吃完都很想叫干妈。干妈吼，那种素干妈用素。你的辣椒很香哎，自己做的哦，蛮厉害的。第一次看到在蛙龟店里面辣椒酱还这么讲究，不然加个蒜泥好了。来，蒜泥在这里。对，一口哦，是，这里加一点，是啊，干厉害哦，厉害，规间都美女哦。你知道一个生意要做得好、做得大，这个房子不是随便租的。这个房子呢，不是要做这种川流不息的生意，就是要盖庙，因为它真的大路通，所有的钱进来就出不去了。是，你看老板在后面数钱，他也没有在工作。您讨的用这料这样哦，盛极啊，看美女啊，哦，盛极是我。另外一句话都无讲的，就到台南的。他有默默的耕耘呐，而且呢，这个第2菜市场呢，真的是川流不息，什么都有，东西什么都有。过年这样子，人啊，叉都没当鬼。好啦，年休了，太累了啦，1年到头2点起床。你本身是哪里人？东岳啦，苗栗人。苗栗其实是一个非常赞的，你往3线走，有很多原住民的文化。纵贯线，那个是什么生意都在做，四面八方都来。这边比较偏海鲜嘛，对，海鲜就有海鲜的风味。客家群主、闽南群主其实都是融合。你哪嘛你家？嘿，阿木你家？我说阿姨买来对，加多咦，爱注意。有加胡椒粉哦，就胖哎。哦，你好厉害哦。勾搭比很敏感，虾米那些是基本的。他真的很敏感，他老婆去进碰他那就他说他过敏，对我过敏，好好吃哦，小时候的味道。人嘞，它特别 Q 软，为什么？很新鲜。对啊，
非常新鲜，而且里面现杀的，跟我们一样是活体的。一台明基水很多，水分很多，还有加了一些咸菜，然后上面这是韭菜猪吗？对，蔬菜。韭菜猪、芹菜猪跟伊比利猪其实不太一样的。芹菜是放鱼丸贡丸的，对，韭菜是啊，我问他伊比利说什么？伊比利猪几生米？放的。好的，但是我就带你去西班牙，对，就跟孔卡条。好好吃哦。今天喝奖，我们的所有的广大的观众朋友，你来到竹南第二市场，不要呢错过了这个500碗的台南蛙龟。谢谢光临。小顺，是，我们今天来到苗栗公馆，来到是谁的公馆？苗栗。以前当官的人住的地方才能叫公馆。公馆啊又让你学走了。谢谢你，你不要生气，书都我念。我要听你讲啊。OK， 开玩笑啦。啊，我们现在在福兴村，我看这边哈，地灵人杰，远山呢很漂亮，前面绿油油。而且福兴村有个称号，叫黄金小镇。刚什么东西掉了？秋之仔。丘吉啊！为什么叫黄金小镇呢？是因为这边5到7月会有那个阿婆热树一片哦，所以看起来像黄金海。但是我们今天呢，今天的主题是什么？过年的时候，餐桌上一定会看得到，不是红包，红包不是，洗白刀啊，不是，用家，哎，团圆 K 给一起菜，哦，藤泥菜、挂菜，对，就在这边，而且长得好漂亮哦。关山哥，嗨，小顺佳佳，听说这个挂菜以后吃起来会苦苦的吗？会有一点。是，其实那是真的回甘的味道。回甘的味道啊！对哇，你现在正在采啊？对啊，太棒了！我现在正缺人手的时候。哦，缺人手啊，我们很忙哦。捡到宝，这么刚好啊！我们一直很忙。那么大片哦，不简单啊！那边不是有很多人手在处理的？还不够啊！真的吗？人多好办事。它这边多大？这边大概有2万颗的芥菜。坤起啊！哦，头皮发麻，我是头皮发痒。因为呢，以节目的惯例哈，就是说我们要先了解为什么这边种的挂菜会比较好，看起来的每一颗都这么饱满。我们公馆以前就是开始有种挂菜，芥菜的不是挂菜，台语直菜。客家话怎么讲？芥菜。你芥做你是菜。哦，芥菜。我们一般在要种植呢，我们要在季节白露过后，顾名思义就是开始有露水的时候，它日夜温差比较大，让它才能长得比较大。它的生长期就几十天，一般像这2个月了。现在成熟了吗？成熟了，对。但是过年还没到呢，可以再一次。只能一收而已啊，割掉就没了。对。哦，怎么听起来有点不舒服？怎么变娘娘了，小顺？你说割掉就没了。OK， 它是不是要先有一点日晒？对，像现在我们是生的，我们要先它很脆，很脆的话没办法运送。是加工，那怎么处理？先把它腌掉，不是先把它割掉。越讲越怪，杀伤力好强哦！一觉得哪里不舒服这样子，不是割就是腌。我们今天要帮你的忙，是先把它割起来，再晒太阳吗？对。好，你先示范一次，我们示范试试。先看一下，你看他心肠多坏，我们都还没来，他已经工具都准备好了。你是有第6感是不是？先预感，很缺工啊！现在农村非常的缺工。的确，现在缺工缺得很厉害。来，我们要做好保护措施哈。保护措施。然后呢？就是先离开。他的给洗套是什么？新牌3支刀，一人1支。打多太多听好多，这看起来不是很细致的，这个就劈柴的呀。以前我们是用劈柴的，但是哈，今年的菜非常的大颗，所以我现在很骄傲。我们以前都是用柴刀在砍，对，因为它菜太大，你柴刀下的空间不够。修大机啊？对，后来我发现用镰刀，有点锯齿状的。你口袋是多深的？他那个是口哪就伤口拿出来。喂，好，我现在先示范一下哈，我们要先把底部好大颗哦，开来，这个割掉，这都已经割了。对，我们要先把菜剥开来，找到它的要害。7寸
对，我们从要害一下子就把它缠就起来，这样子。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深深的代表某一种剧痛，而且都带有攻击性。对啊，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它很脆，像这样子。哦会折到，对，一碰到它就断掉了，所以导出它要害的时候，我们要是压一下，压一下，不能压太大力，要不然就浪费了。像我们在下刀的时候，这样直接用力就把它戳下去，应声而断。越听越疼。OK 哈 OK 哦来，一人分一支。钢琴靠北爽，好，开始了，那踩了就把它放在旁边这样子。对，每一个都可以直接用的，对，都成熟了。哎，小顺做的好棒哦，太厉害了。这边有要害，我在演艺圈很可惜啊。哇，是好大颗哦，这多两倍呢，哎，这个好几斤呢，重对不对？一般我们这个会去拔掉掉，对，我们去无存精。所以这里面不养闲人，没有荒芜的。这个大概要晒太阳晒多久？一般有太阳的话，我们就是晒一天；啊，如果没有太阳呢？就有风的话也是 OK。那是落后嘞，落后的就不会砍啊。哦，就继续让它在家睡里睡觉。今年雨水还蛮多，他睡很久了。你看他又拿大只的出来了。我们以前是这样砍，因为像刚刚空间不够啊。对，现在我们也是这样拿起来。他插一刀，空间不够，你下刀就没那空间，可能会砍到别人的。来，对，找到这是在地种的吗？我们这有2种品种，你有没有看不一样？对，它怎么？这个叶子特别开，然后这个肉很多，这种是叶子比较大啊，它片数比较多，那个片数比较少。这是什么种？那个叫蚂蚱，它肉很多。一般的这个会拿去做什么样的后续的？过年是它变成咸菜还是什么我们在菜？这边是先把它做成咸菜，那要做成福菜呢，就是另外一道工序。等一下我们回家哈，一起来做。啊，是，还可以回家。还有，刚好今天也要做这个芥菜的福菜。是啊。好，来，认真一点。要害，哇，这朵太大朵了。这里，看不到要害，藏在那边。哎，我要剥开，一刀，好切了哦。挂了。啊！哇塞，哇，它很厚啊。哦，这朵这么大朵，哎，哇哦！哇塞，你看这朵有多大朵？小心镰刀，小心。不，哦，这个很厚，这个3，上面一点比较嫩。这边哈，3、2、1，我先把它剥开。哇塞，哇塞，哇哦，哎，好大颗哦。哎，这看起来就好，感觉好好吃哦，好像一束花哦。我在找。哎，水，哇，超大！坤生哥不是有一种东西叫6月挂彩给有心，它怎么给呢？就是说它要符合季节种植，6月太热，太热了，季节不对。芥菜我曾经种过，只有那么小颗而已。哦，它没办法像它还是会长花一样。哇，这个不容易，卡住卡紧。卡住卡妹啊！你们2个要帮我多砍一点哦。哦，砍完了，等一下我们去把晒好的再回家加工。你知不知道，演艺圈是有伦理的？今天你是小顺，我比较大，我说了算。他算是蛮清醒的。被夹到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这软掉的芥菜要上车。昨天晒一天哈，已经晒一天了。对，这是昨天采的，它现在比较软了，不会这么脆了，我们才可以把它加工，这样才叠得住。要如果刚刚我们在那一区新鲜的哦，一放上去它有一半要损伤的。直接丢上去就好。我们一般是旁边要摆好，然后中间再放，慢慢放。对。这样压着它就不会掉下来了。哦，你看这个都是有一个结构的，这跟盖房子一样，层层堆叠。那一般呢，我们这比较黄的叶子就不要了，先顺便把它捡起来，丢在田里当肥料。哦，这个也把他们回去还会要有几道工序啦。来，哎，它这样晒一整天就完全缩水了。对，也让它缩水，然后它不会那么蓬松了，它可以摘比较多。这跟茶叶一样，要走水的。有太阳是最好，有太阳又有风，哇，那是100分。这边差不多了，我们去前面再剪。这怎么做？我们请坐上我的敞篷车，坐后面来。真的坐后面？派体哦，没，你去。当然喽，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。你先上去看看。
让你体验一下我们乡村的风光。哇塞，这样子，对，芥菜鱼耶，太糗了这个，哇塞，阿刚你在捆，可以哦，不小心这位置，这够大留个哦。哎，位置给我。没败呢。哎，等一下哦。来，1、2、3，打的。好，等一下，好慢慢转我要慢慢慢慢转。来一个慢慢的踩，华丽转身。不要啊！不要！大白天的，不要！什么东西？他的没看，不是，是我爬不起来。看一下，做好了吗？出发喽！出发喽！瓢虫哎，好多瓢虫哦。其实这个菜的结构很有意思，它中间会比较软一点点，那旁边呢，它因为很多头都在这里，所以它会卡住。小心的，后面都有风吹沙哦。这太特别了吧！哇塞！拜托，一起一口。好了，我们这边再补一点。哎，你冷的呀？做都没有，一点工作都在捆。安尼我嘛要来捆。我困算了，困有存的了。今天困有存，他的经验比我们多。这么快就到了，要小心。不是，我们再补一点啊，要再大台一点。我要慢慢的，这段不要拍，要不然有点像附件。OK， 好，所以安全下装膝。盖都开过刀，这一区也要都上完才可以走的。对对，再补一点。哇！哇，这种天气泡温泉真好。对啊，这一池泡下来哦，筋骨呢打通任督二脉，真的好吧？说完现在就来泡，不要这样子，镜头一拉下来就是在做苦工。是，菜要叠过来吗？点啊！要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刚刚说哥，现在要腌是不是？用丢的吗？没关系，我丢到菜那边。啊，我们来叠。好，来，用可以。接的。哦，好，这还有排的顺序吗？对，这个头朝下，头朝下然后，叶子朝上，然后从旁边往里面叠，然后要扎实，快手，扎实，接扎实，压紧，对，压紧，对，丢，来，快手。好，对，就这样。再来。哎呀，这个是需要蛮多人来做的，对不对？对呀。不然你这个这么多缸，这么多桶，又是。哦，这一朵这么大，来，看看，要丢到我头上。不会，你这样一般要堆几层啊？这样一桶，我们会堆到大概比这桶子高出1/3的高度。还要高出1/3。对，那这样腌要腌多久啊？叠，也大概快1个小时。啊，那腌制呢？我们大概经过7到10天会做一个转桶的动作。转桶什么意思？转成小桶。换一个环境，这是3200公升的，换500公升的桶。这一桶可以装多少菜？这个车子大概3车。这样几斤呢？算过，没有算过，对不对？哦，蛮搞刚的哦。对啊，你这样能力要很足哎。传统的产业都是劳力密集啊，就是要这种一波一卡也才能做出我们客庄的。哎呀，可以了，再来几颗，再来几颗？我们要把它塞，最后塞满，对，再2颗来。快点，再2颗。这个菜塞满了，然后来，要铺盐巴。铺盐巴。好，帅哥来踩一下，踩下去。帅哥，你够力。赛哥你，帅哥。比赛婚叫就赛哥。好，来，我们来撒盐巴。哎，好，哇，这是撒盐巴。粗盐哦。粗盐，对。对我老婆说粗的比较好用。听明白。哎，这个不能这样，用手撒，用手撒，这样抓一把，然后这样从旁边开始撒。啊，韩国常常这样子啊。撸起来，全部整个我们要把它撒均匀哈，确保每一颗菜都有吃到盐巴。那盐巴就是把它杀菌、杀菌、防腐。
还有软化的软化作用，水分排出来。对，这个晒干还会有水分吗？酸菜是不会经过日晒，福菜跟梅干菜就是要经过日晒。哎，差不多啊哈，要全部把它撒完。哦，全部撒完了。是，平均。来乖，这些起鸡啊，想象一下嘛，来，你看起鸡的乖，这个要踩一下吗？盐巴全部撒完再来踩我最会了。菜菜哥哥，哎，你带我来这么好玩的地方，嘴巴张开，不要，手咸吗？好，姐姐然后加水，加多少？把盐巴对，然后那个盐巴比较快融化。盐巴都可以边撒边踩。可以。所以它在桶子里面，大桶里面要经过一段时间再换小桶。全部发酵之后呢，它会压出很多水，好像隔壁那个桶子，我们是用另外一个桶子里面装水，把它重压，一定要出水。那因为酸菜的发酵是属于厌氧发酵，它不需要空气，接触到空气反而会坏掉。哦，对，这样才会踩扎实。很像。哎呦，对，这样子踩才会，它才紧密啊，紧实，用力踩下去啊。对，我们要把它踩扎实，把空气踩出来。那我们这个五行跳到后来呢，彼此都有默契，有感情了。苗栗这边还有什么厉害的？我们这苗栗有一个限定的果实，是它就喝我们这边后龙溪的水，够营养的，独特的。好好奇哦！我们再踩5分钟，我们就出发了哦。今天你们那么辛苦，等一下我们也有准备当地的客家美食啊，这么好。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你没有看到结什么果啊？哥已经没了吧？是不是过了这个季节了？可是昆生哥叫我们去找个理事长，在很远的地方有个 Blue Man。你知道海水为什么是蓝色的吗？蓝色的，因为那个鱼都讲不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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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来一下那样，他好有诗意哦。理事长，我们是要来看那个白色的牵牛花吗？不是吧？我们今天是要来采油柑的。油柑果是，但是我们看前面都没有了的。因为现在我们是尾声了，现在我们是采剩下的第一期果，那上面也有，剩下不多了。第二期果会比较绿一点点。啊，这个嘞？第一期果，这可以采了吗？可以啦，可以，直接采的。这样可以直接吃了吗？可以呀。其实这个我们都没有撒农药，挑比较大颗的，这个在太阳光下看起来晶莹剔透。它本身是酸涩的。其实我们早期在农家的时候很多，可是我们一般都不会想吃它，因为吃一口你就感觉很酸很涩，你就不想吃了。它的功能是什么？这个最主要是降血糖、降血压、降三高，非常好。因为现在目前公馆这个地方种了非常多的油柑果啊，但是它很难入口啊，有什么办法呢？让它变成大家又可以接受？一般来讲，我们可以磨成粉。待会呢，我们也会做蜜饯。这么巧，专程为你而做的，真的。今天风很大。这个油柑果它1年几收啊？1年1收。一般正常来讲，在10月中旬到1月份。但是今年的量因为少了非常多。往年以我这块田来讲的话，基本上可以到达7、8千斤。可是今年多少？今年3000斤。哦，所以差距，气候变迁的关系，它开花的时候可能把那个花期落掉，那个花打掉，所以今年收成就少。那隔壁那一株，这上面很多，可以上到上面去采。哇，那边有梯子，来，你上去，我来拿篓子。这边有个楼梯哈，可以上到上面去采。佳佳哥哥，你有3高吗？
巨高，然后怕蛋糕，然后很糟糕，不喜欢吃萝卜糕，有这个三高，身高过高，海拔太高，要注意小心哦。哦，要葡萄哦，因为有风的关系哈，所以小心一点哦。这个以前是我们台湾的本地种吗？基本上是的。萝卜啊，你刚打到我的额头，我觉得康当了一声。拍嘴，做成蜜饯应该很有，口感非常棒吧？口感很棒。我应该，你可以再往上爬一个，没关系。我保护你，扶着那个树干。好，可以吗？来，你们可以搞把你右手那边那一趴抓一抓。好，很棒哦。采收完成。哦，这个数量等一下可以做蜜饯哦。可以吃看看，很酸很涩。你先吃大口咬。真的啦。这个如果在1月份就没那么涩了。如果在1月份采的时候，它已经过熟了，过熟之后就不会那么涩。感觉怎么样？很难入口。你那个什么芭乐脸？喂，好骚哦！要经过处理之后才可以吃的。你这附近有多少田地在种这个油甘果？在我们公馆区块可能有4、5甲的地。太涩。我想说你有一点扮演的，就是真的。真的。第一次没有什么感情戏，在流眼泪，说不出口。那每一年有很多人来收这个吗？很多，因为健康食品公司现在很多在做这个，专门研发做的，这是降三高，这也可以泡酒哦，也可以做醋哦。这么多加工食品，你手上带那么多颗是油甘果吗？不是，应该不是。我们去看变成蜜饯有比较好吃吗？是，当然比较入口的。哦，那必须。今天哈，那我口水流不止哎。但是等一下都会回甘哦。你知道小时候呢，我有个同学，他上课一直讲话，然后老师怎么处罚他？他叫他咬一颗酸梅，这样子哦。老俊哦，我不是故意的哦，但那个口水，因为他感受到那个酸，我那个同学姓吴，就有的跟那个低工一样，有没有？那个种猪要很多口水。不要，那我们去做蜜饯。好，我们去做蜜饯。OK， 走。第一次没有什么感情戏，在流眼泪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生的采回来，必须经过几道工序。这个采回来很麻烦的，因为要经过清洗、盐巴，把它搓揉，洗干净之后把它晾干。我们还要做一个动作，叫做用开水85度左右的水温去烫了3、5分钟。烫的用意是让它稍微烫熟，你就不会那么涩。哦，酸味把它稍微烫出来，干燥的意思。啊，完毕之后，我们准备盐巴、酸梅粉，还有甘草，对不对？这边还有盐巴、酸梅粉，现在放进去，那它的比例怎么样？这个是看你的量而定的。基本上我们刚刚准备的量是全下的。我下了哦，下，风这么大，刚刚有吹走一半，让它软一点，要给它先软。慢呢。对。哎呦，还有糖。对，下去。好了，好，直接用搓揉，这样子搓揉。差不多要揉多久的时间？整个差不多有点入味之后，才可以放在冷藏室里面静置3天之后，才可以拿出来吃，才会入味。它这个已经制作过了，对，这已经现成的，这是干燥的。干燥的要赶快吃哦，它那风大哈，刚刚土地公已经吃走一半了，已经飞一半走了。干燥的不错哈，可以尝试看看。这个腌制过的也不错，都不错，试一下。好吃啊！其实因为它对人体呢有相当多的益处了。为什么是涩的？这是正常的，因为它是碱性的东西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最后你的舌根会变成甜的？有，它其实有慢慢转化，会回甘。对。这个是我们用这个油甘去直接煮茶，油甘水也是酸酸甜甜的。这个就不错哦，这样很好喝。没办法，它可以做成醋，对，可以泡成酒，做成蜜饯，然后做成果干。那我吃看这个现成的，腌制过了。哇哦！
理事长能不能打电话叫他风小一点？这个我没办法做到，这个老天爷做的，我真的没办法。其实蛮好吃的，对，这样很好吃，然后有点像那个椒来啊，椒来啊，有点像，而且是回甘的。一开始先酸酸的。这个早期在我们客家庄的每年冬天有个大拜拜的时候，庙底下就会卖这个东西。哦，跟叫他一次一样。哎，它果肉蛮厚的。我想说，它腌制过后会不会缩水？这也没有这么大颗。对啊，差不多。好吃。来，好吃啊！最后加。为了各位来到，我准备了一餐客家餐，铁超的，请各位吃，慰劳各位的辛劳。耶！谢理事长。是，请问一下，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这是我私人的秘密基地，也是福兴社区旅游服务中心，基本上是针对外面的游客来到这边，我们就帮他介绍我们整个区块。那这边也是黄金小镇，整个区块旅游的动线都是我帮他们规划跟安排规划。几月份的时候阿伯乐会开满？5到7月当中就会把那个阿伯乐整个开满。而且理事长也很有心，扣了很多的社区的妈妈们，大家一起来参与。我们是社区姐姐，姐姐没有妈妈就对，没有妈妈，中姐姐。我看起来像妹妹，哎，对，笑脸屌。这个几道菜，这是刚刚的油甘果，看一下来，煮春汤，煮鸡汤的。现在在汤里面，我们看到它什么样的感觉？鸡肉，乌骨鸡，哇！酸虽然还是酸，但是为什么叫油甘果？因为它会回甘的，回甘不起差回甘的回甘哦。它那个汤汁里面非常的柔顺，它多了一个味，它本身那个酸已经融到那个汤里面，但你越喝的时候它越回甘，哇，好特别哦。而且这个果在里面已经被汤稀释掉，淡淡的酸味。那个鸡肉要来吃一下下，非常有味道，在地的跑山鸡。哎，小生会不会是因为那个油甘果的酸，让它的鸡肉的肉质更软化一点？有可能，就好软哦。这个菜是你们自己慢慢研发出来的。我们找寻当地的素材，比如讲像我们这边有红枣、芋头、柿饼、福菜、有干，这些我们把它融入菜的里面叫地方特色料理。这道是红枣鱼，煎好的鱼，把它上当地的红枣下去，这道菜非常鲜嫩可口的。它是用糖醋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用酱油下去的。这个红枣一般它在树上的时候就已经是红色的吗？不是，我们这边是绿色的时候就采下来了，然后要经过晒干，要用太阳照射之后才会变成红色，所以它红是上来的。对，然后它的果肉吃起来都是甜的。对，是它本来的水果甜，还是另外有在加什么？本来红枣就有甜度的，鱼肉相对的甘味在里面。它虽然是用酱油调味，但是不会太咸，可能因为有加了红枣，因为红枣本来就是中药，在补身体在吃的，所以你这样吃呢，跟枸杞一样，就感觉有补到了，感觉很养生。我们早上不是去采芥菜吗？对，经过半个多月之后变成酸菜，酸菜汤也叫咸菜汤，这要配点三层肉。为什么要放那个特别肥的？酸菜来讲的话，配这个肥肉，吃起来那个又油又香的感觉，又油又香，不香不油腻，这一定非常甘甜。我回娘家都常喝这个。这道汤基本上要有点咸度，哦，越酸越好。对，要有点酸度跟咸度，非常棒。在每一年，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客家女婿，他是关西的，我是内埔的，都有这道菜。而且每一年的大鱼大肉吃完之后，一定要来一个这个酸干，这个很解腻。对，很解腻。好吃哦。我们酸菜饱满啊，非常可以。梅干扣肉，梅干扣肉，这个叫三层肉，都有崩，我崩，先试一下那个感觉。要挑一个，你要找那个肥的，都是客家菜。所以现在从芥菜它变成了咸菜，再变成了梅干，是同一种东西。同一种东西，从芥菜对不对？经过搓揉之后，放在烟缸里面，出来变酸菜，酸菜拿出来竹竿上面晾干，就变成福菜，福菜再拿出来放在更干爽一点，晾干一点，就变成梅干菜。但是这个梅干菜还经过1年的时间，把它放在那个瓮里面，把它焖在里面，1年的时间会更香。像这个全部超过1年以上的，所以那个梅干是非常香的。这是你们在地的宝了。是我最爱梅干了，它这个诱惑太大了，非常下饭。这时候来碗饭该有多好？无声胜有声。刚刚在吃的时候，精华那种香气，那种咀嚼的感觉，把所有的那个日月精华浓缩在一起。就是来我们福兴社区，然后呢可以呢到处去导览，甚至去小农那边体验。我可以帮他们游客规划需求，因为我们地方很宽哈，我们有陶艺的啦，洗面那话草编公司啊，蜂蜜的也有，因为公馆窑从那个日治时代到现在已经很久的时间了。我们公馆本身是窑的故乡，莺歌是瓷的故乡，因为烧制的像这个就是瓷器的，陶器的部分这边就在后面才看得到。哦，那个是陶器的，就不一样的东西。
这是芋头吗？是粉松的，蚵仔粿非常好吃的。哦，好扎实哦。一般的蚵仔粿都会比较硬一点，这蚵仔粿非常松软。炸得很酥脆。它这个比较深色，这个像茶花粿，什么草？艾草的叶子去做的，这个本身来讲是非常养生的。它茶花粿好吃哦，吃起来甜甜的，可以当甜点，很像年糕啊。它就是年糕啊。对，类似。艾草真的很厉害，可以拿来洗澡，可以点成香驱邪。对，可以做茶花粿，甜的好吃。太幸福了，人生一站又一站的，来到你这一站就觉得这一站颇有意思，有幸福的感觉吗？太幸福了，太幸福了，满满幸福哇！欢迎有时间就这样常来玩。给你们社区满满的祝福，给你这片田地满满的祝福，谢谢。我们吃了满满的幸福。这个是在那个苗栗的半山腰。如果呢没有熟人带路，你根本不会走到这里来，就直接迷路。而且这座山呢，就是2个尖峰，所以他们叫做了双峰。那我们等一下是要去哪里啊？这边呢，它算是一个农家，你可以来这边的 DNA。不是 DNA 啦 ，DIY 啦 ，DNA 是另一种 ，DIY 可以体验到很多不同的内容。来，我们进来找位洪老板。叮咚，哎，你好，我们要找洪爸。哎，你好，哎，洪爸好，那是不是洪妈？哎，洪妈来哇，你这样好香哦，因为正在做铜锣烧，所以很香。哦，这里是铜锣，那又做铜锣烧，是的，是因为地名而产生这样联想哦。没错。那个内馅是什么？我们现在正在做，也是我们这边独有的，叫做米德粉。一般铜锣烧不是红豆吗？哦，很特别。听说这个是假日限定，是不是？当然会有啊，我们家的米德比较特殊一点，里面还有加冬瓜糖跟那个龙眼干。怎么会加这冬瓜糖？还有龙眼干，风味比较不一样。因为我们小时候冬瓜糖是单纯这样吃而已。对啊，拜拜的时候一条一条这样子。没错，我们都有一样的童年。没有，我只有16岁而已。之后笑脸。现在教你们做我们的馅料，这几下。来，这是卤肉，我先把馅料加进去，然后等一下让你们搅拌。哎，你们这个地方太神秘了啦，故意的，就不想要有客人的。不是，我让上刚来，隐秘一点就对了。啊，怎么会找到这种半山腰的这个地方？哦，这母牛吹的啦。哎，对，20几年前我们是跟母娘来的，跟神明有关系哦。对，跟神明有关系。哎，那我另外一个节目可以来拍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可以。搅拌的均匀，轻挖呢。好。完全。你们原来是住哪里？沙鹿。来多久了？来23年。按那个尾，那个拉子。对，按老脚啦。对，按老脚。哎，红爸，按你特殊的这种口味，调工这些加入做者限定哎，是随着季节而变的哎。对，有没有长相限定？想卖就当加。无啦吼。无。我就袂当离开。来拢帅哥。我做囡仔是阮阿妈讲哦，你买到火车不来互你坐。哦。去迄个站务员赶来，你想卖，你是上车火车塞袂叮当。你阿妈在挂啦。我阿妈蛮高很宽，喜欢幽默。哦，应该差不多啦，够拿了吼。够拿了，听就听啊。来，家己加。这是煎面皮哦。加好您翻面的。来，这排让你们像在这里。面卤一点。我先大姐。来，我下一个给你们看。先弄一个就好。下一个。下一个。这样子一汤匙，对准中心，慢慢下。看它大概差不多了，还收好了，华丽。好，一人做2个多，一个铜锣烧。好好做，都是要自己吃的。这看一下哟，太大太小，太厚太薄。哎呦，红妈无安尼搓，你无安尼搓，我就会小可中风。我要做这攻击力。是，哎，无够哟。差一点啊！再冲一点吗？都加1小羊给。争气一点，加油！好，差不多。对。那过来，你就刚刚。这样一匙是够的吗？怎么2边流啊？你该不会是2刀流啊？我睇你上。我本来就学落去做第一个足水来讲。我看你会当笑偌久。你这样我压力就大了哎，不错哦。呵，修干不，修好，加好一手来。你看，变椭圆形。你看。
收，是，好，可以，至少还可以看的哈。但是我刚刚没有看到那个印章啊，印章淡的，另外盖。对，来。你看那个手法，哎呦，巧克力色哎呦，那红爸一看就知道，别锤，用冰给我，哇，还冰冰，人生随时翻转。其实这样细致的手法，那个呢手法呢非常轻盈利落。为什么会叫双峰草场？我们这边叫双峰山。那清朝有一个文人叫吴子光，他在双峰山下他们住家的地方，也是他讲学的地方，他就把它取名叫双峰草堂。哦，那我们刚搬来到铜锣的时候，红妈一直就很喜欢这个名字，就是说我们以后如果开咖啡厅店名就叫双峰草堂。红爸那时候的八字就被限定了，有一天一定会开一家，妻命难违啊。这个要等一下。好，上面那个这样翻过来，它不会太焦还是怎么样？里面大概6到7分钟。然后这边就要再看它的熟度，那个要靠经验。你有没有经验？我是出体验。我来翻，来，另外一边哦，怕弄坏了。好，所以来这个，所以啊，你看多可爱。所以哎呦，耶！哎，这边我的都有一点造型。哎呀，换我的，哎呦，可以。你先生，你在点菜吗？两条啊，这表示下面还不够熟，有可能。还再来，哎呦可以喽。好了，我这个才是限定款。这个电视机前面所有的好朋友，你要吃我做的吗？耶，吃不到。双线来，看后看一下哦，看后哦。哇，饱满。然后把它覆盖上去，盖上去 ，OK 了，完成。好，来，老哥真好看，你看看。灯老好，中间是尖的哦。对。哦，慢慢往外。你可看啦，哎，孺子可教也。而且这边有一只公鸡，有没有？那个我这个童子也要陪在他旁边。拼接鸡冠啊？不是，他手上拿着元宝，你看，这不要恭维。好，自己做的感觉那种芬芳度不太一样。我这小尾巴多难弄出来啊！好的，苹果的梗，我看你等下怎么包。你等下睡觉哦，拢包起来这大条，把它包啊了。汉堡。哎呦，你看，偌尖嘞，中哦，讲我混乱就我混乱。哎呀，来，这里放在呢我们碟子上。就是这袋产还有其他的限定口味，做回品尝。OK， 但是现在要先带你们去做我们这边一个331文化实验室他们开发的一个体验活动，做完之后让你们活力满满。苗栗呢算是一个农业大县，空气好，水好，土质好，种出来的每一种药草都是非常厉害。所以呢，这堂课是由神农尝百草所提供的这个汤，先舀一杯，先舀一杯喝，把它喝掉。老师是这样子吗？不是啊，不快，东龟包。哎，前面刚刚是谁跟我讲这样子？于哥的于哥。喂。那我们这个魔草，它的用途，这个叫魔草。对，它叫魔草，在客庄里面，我们通常都会把它卷成这种魔草卷，然后它是小朋友吓到的时候拿来驱邪避凶用，惊吓用的。然后现在要怎么使用它？现在就是让主持人开始制作我们香草球之前，先让大家来个净身仪式。对，难怪红爸说要让我们活力满满。吸饱了。哎呦，你看，起来！哎呀，原来是魔术啊！起来！主持人就可以把它打开，擦拭一下双手，也可以闻一下它的味道。这个很神圣的哦。啊，好香哦！哎，很想喝一口。对啊，很像那个。可以擦擦手、擦擦脸这样。对，去除身上不好的、疲惫的。其实呢，这个还要净化自己，才能进入这个课程呢。这个客庄的风俗习惯跟我们小时候不太一样。我们小时候呢会这样子，哎，有咒语，你要听得到哈。哎，前三后四，还今日无代志。哎，还不讲等来哦？哎，等来啊！让那小孩子眼睛一翻，我不晓得等来了，我不记得。进完了，那我们晋升完就要准备开始进入我们的重头戏，我们的客庄香草球。那我们除了可以制作成一个香草球之外，其实我们也可以制作成这一种小小的钥匙圈，好可爱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带着疗愈。迷你型的这些药草都有香气，而且有一些功能在。因为像我们刚刚有擦拭那个魔草卷嘛，对，其实我们为了要把魔草卷更广泛使用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包到香草球，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方便的使用，就不用像魔草卷一样用热水去冲它，然后再煮，就可以直接闻。好，请教老师，他名字叫什么？大家
可以看一下我们前面有6种的药草。是。那这个药草是鱼腥草，就是我们之前 COVID-19 的时候很常用，清热解毒的使用。那这个话就是墨草的话，就是驱邪避凶。我操。对，但我们的墨草是鱼腥草，我们闽南人的话都是用小叶槐花，所以客家人是使用墨草。然后这个是紫苏，这个有打麻将的就不太能用了。我们很常拿来炒鸭肉啦。哦，是。对，有特别的香气。有。然后再来是我们最喜欢的大风草，客家话叫做胎风臭。就是我们老一辈的都说要把身体的一些水气跟不好的东西，像台风一样把它吹走。然后都是女生坐月子的时候会使用。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铜锣在地的杭菊，我们是使用杭菊的农废料来做。很香嘞。这我在挂彩。这个是艾草。挂猎桃啦。艾草。对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做我们的艾草或艾对喽。好，那我们要怎么装？我们手上有这个杯子，我们会先艾草打底，要装满杯，因为它比较软。这样很容易醉。它的叶子比较软，所以我们会把它拿来打底。对。好了之后，先把它倒扣在我们的布中间，然后偷看，3个6，哎，4个1，好，再来，然后把它打开之后，那个抹草把它铺平，然后第2杯就是可以装2到3种你喜欢的药材，一样是满杯，我们总共要装3杯满杯的。它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到这个东西？就是你身体很疲惫、疲劳的时候可以。就是拿起来闻而已吗？我们可以拿来热敷，然后做按摩。所以就正是时候。其实今天很疲惫。而且今天这个风一吹觉得整个人就像昏昏欲睡，好想跟着风吹走。这个也蛮香，这个我对，那是大风草，然后紫苏。我们要打牌没关系，我玻璃帕，这样满杯倒到里面。对，然后再装最后1杯，你可以所有都来一杯。3杯尽量要集中在中间，不要有，是今天的风太大了。来，欢迎你们来，真的太热情了。刚一路就有听到《风从哪里来》这首歌，但现在歌不能随便唱。然后最后1杯一样是扣在上面。搅爸爸，老师，你确定这样这个布是包一下的吗？可以，因为我们待会还要再帮他按摩一下。他吃很饱了。按摩之后就消化了。好了之后呢，对角这样编一起，先把它弄成一个像包巾的样子，包在一起。好啦。刚刚不是中间有药草吗？双手这样捧着，往中间集中，就会中间变成一个圆圆大大的。然后要这样捏，可以在桌子上帮它这样，就把它捏一个圆形，揉搓。对，没错，你看就是这样子圆圆。没错。老师不好意思，我年纪比较小，比较没力气。弟弟，我帮你捏。好，这你的哈。对。请问哪一个是你的？圆的。好，那这样就可以交给我了。因为最后要收尾是很难的。是。你看要勒那么紧。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产品是在泰国。对。我们结合泰国的香草球，然后绕1圈之后先打活结。来，镜头注意看了，还不见了。还在。你太快了。我知道你在干嘛。你现在是转过来说。大家好，我是晴天娃娃，他是馄饨。这个现场太chill了，真的太赢了，太惬意了，就是那种下午茶的时间，大家可以在那个树下，阳光从西方这样慢慢穿过枝桠，在我们脸上留下一般又一般的回忆啊，那个光影啊，闪来闪去。好，我们已经看到了有几款定制款的，第一个是冰淇淋的，这个好像必须要先吃它什么口味？杭菊牛奶，铜锣的杭菊，再加上我们飞牛牧场的鲜奶，都是在地的。我们家的铜锣烧都是以台湾在地的原物料为主。这个已经算是在吃汉堡了，这么厚，可以把它压扁一点，要压扁一点。压扁，对，这样就比较好入口。到底什么时候要吃呢？我们先进一段广告。没有已经吃了鸭嘴兽的。哇，这个竹花香杭菊，淡淡的花香会跑出来。首先，我们要先赞叹这个饼皮。为什么铜锣烧会叫做铜锣烧？那是产在铜锣。这个武功跟他不功，与君一席话，还是一席话。我们刚有看到那个土鸡蛋，对啊，那个鸡蛋，这个饼皮对，没错，这震蛋。我们用的土鸡蛋它是平面视角的那种土鸡蛋，因为鸡很快乐，生出来的鸡蛋就很好吃，很美味。用这个鸡蛋做出来的铜锣烧就很美味，特别，好香哦。再来吃红豆，
经典款。我们现在这个红豆是高雄大寮。哇哇，因为大寮在过去没多久就叫万丹了。对，他们同一个流域生产的红豆其实都很好吃，很绵。红豆是我自己煮的。哇，厉害！是你煮的好，除了绵，还吃到红豆的颗粒，这个就很不容易，这要增加技术啊。要花蛮多时间煮的，用铜锅慢慢煮。我觉得我当小朋友当这么久，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铜锣烧麦。我快变哆啦 A 梦了。你头上的那个葡萄培拉已经开始在转动了。好吃哦，这可以秒杀。然后呢，一个是再一个笑脸的玫瑰。我们有个客人哦，他说他吃了玫瑰口味的铜锣烧之后啊，变年轻，他就从少妇变少女。真的假的？玫瑰啊，笑脸的玫瑰，里面有玫瑰，有玫瑰花瓣酱，来自屏东，好浓的玫瑰味哦。第一次吃到玫瑰的铜锣烧，哎，很特别，但是无违和，很好吃。我们能吃到那种季节的味道，很春天，记得是2月中左右，那是一个情人节的氛围。他把我的一封信给吹走了。而且当你在细嚼的时候，满满的玫瑰香。真的吗？你再嚼一下。有吗？有蒜头味。喂，好吃，好吃哦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接下来米德，对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只公鸡？有没有？第一次在铜锣烧里面吃到鸡肉就这一次啦，对不对？是烘鱼，它的尾巴比较短，还是乌龟？断掉。来，等一下，有没有看到第一次吃铜锣烧有招财童子的？招财，然后呢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米德2口一起吃哦。米德是嘉义的，勾扎比啊，嘿，勾扎鱼。小时候就是吃米德。其实我很喜欢它的绵口，对，吃起来比较绵，太美妙了啦，太美妙。那你们从海鲜搬到三线来20几年了，心得是什么？住在这里很糗。哎呦，被学走了，有够糗。干脆就直接教多一点，你要确哦，你要确哦，有没有听过这一句？没有。确，这就是你确实是这样子吗？确实，确不确？确。但是最近有一句很流行，现在好6、7哦。有6、7我知道，一讲6、7就开始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它好像一个魔咒一样。你手势也是一样，那6、7，对6、7，它没有意思，但它就是一个，它就是一个快乐，现在很狂野、很放肆的，让自己这样子。手舞足蹈，现在看起来好6、7哦！小顺，你好潮哦！我本来就很6、7。我发现更狂的是，我靠！你什么时候？他把它吃光光哎！什么时候默默吃完的？会有恐怕几年次56，我主岁很夸烈，夸大。拢几岁啊？主少年我觉得阿嬷嘛是安尼讲哦，我是主少年快大的。我念小学6年级，你念小学1年级。我51的。你都没变呢？前面没变，我变较少年。哦，变较少年，变较少年。你知道，真的，我是25年前我就来过了。他们家已经传了很多代了，现在呢规模越来越大。这个的每一棵树，就发现今天风很大，那个摇曳当中，香气就慢慢扑鼻而来。哇！我们来找当代的传人。吴老板，哎，顺哥你好，主持人你好。现在还用这个灶吗？用这个灶啊？这是这在蒸馏油的。但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？从这里烧水，烧了下面一个锅子，它有蒸汽就上来，里面就放那个木片啊。它香茅也是这样子慢慢吹出来的。对。这个有历史传承的。是。我是从你爸爸那一代，还是从你阿公那一代？爸爸。第2代。20几年前那时候是爸爸。 20几年前也是你爸爸，对，那是我的第1代，我现在是第2代。第2代，这是从阿公那一代就传下来，还是爸爸？是阿公那一代传下来。那这样就多少年了？90年左右。我的上一代有参与了25年，这25年来我也来过好多次，因为他们是用很传统的方式，所以那个油是特别的 pure。古法蒸馏的。那我20几年前没有见过你。哦，那时候你在干嘛？在念书啦。哦，在念书。哥读册啊。你那时候还在念书。对。但是你这一代你接了，秉持了一个什么样的精神，继续传承这样？一样就是以古法去蒸馏，把最好的交给消费者。你有没有经常在野外被蚊虫咬伤什么的？常。肌肉酸痛，也常肌肉酸痛。因为我们刚刚从你们那边的展示区走过来，哇，现在产品有上万种，琳琅满目哎，几百种啊，没有上万种。樟脑它有分几种啊？它有7种。那怎么分？其实都是靠鼻子去闻。一般人闻得出来吗？现在园区里面有种多少种？总共有种7种。那我们来看一看哪一种是可以做成樟脑油。樟脑油，哇哦！
哦，这个也是一种，这个涂一下，呵，球球嘞，就可以做的哈。嘿，就是这个方丈，方丈叫臭章，因为它是比较臭。等，这个名字取得不错，方丈很芬芳的芳吗？叫臭，就叫臭章。对，客家话是臭章，写成国语要写成方丈。台语叫臭椒，味道比较浓嘛，对不对？比较不一样，香樟比较清香一点。好，那香樟我也闻一下。香樟在这里，这个。感觉到这一颗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移植过来，我们山上移植过来。从山上哈。哇，好特别的味道。其实这样闻你闻不太出来，要怎么闻？你现在站好，现在顺风从这边顺风，那我这样一搓，那个香气就会这样。有闻到吗？有，贵州哎，这个香气真的不错。现在山上还有够的量可以来炼煮吗？因为它自然会长大。小鸟如果吃了它粪便，它飞到一定的距离，粪便掉下来，它就长。真的很香哦，很香哇。哇，好香气十足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气就是油，然后现在我们把气收集起来，冷却到最后蒸馏出来就是了。我们现在干嘛？现在要把它踩大死。你现在就是包子，你下去就把你蒸熟。那我再继续将樟木屑分工合作。我刚踩下去会不会直接到 B1 呢？可以踩了吗？可以踩的。你这样子踩啊？要从旁边踩。这脚的触感好像在踩火山泥土哎，你会觉得眼睛辣辣的，那个就是精油的成分。这样的。吴老板要放到满吗？放到满。其实还蛮好玩的。这边要用脚拨。很香哎！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子用老的功法，象征了他们家传统一直都没有变。很多好朋友路过此地一定要进来一下，闻香下马。我们这样熏一下，应该3天3夜没有蚊子会靠过来。成仙了。这样子要踩多久啊？大概十几分把它铺满以后，它这个封盖。但是多久可以变成精油？马上就变成精油了，5到6个小时。这么快？我们今天可以看到那个精油溜出来的过程吗？可以，马上就有。我跌倒了。腾云驾雾，我们好像神仙哦。吴老板，这个是什么木头？这个是香樟木。香樟的嚣张，哇，它这个味道越来越呛哎。你那双鞋可以放在衣柜里面，保证100年之内没有任何蚊虫。这样可以了吗？还是不行？还不行。你赶快把它踩紧。正在踩啊！我们先把这个工作完成。他那个刚才直接往我的喉咙里面冲，我完全讲不出话来。吴老板，他全满了。导演，我们可以换一个地方吗？这样话讲不太出来。你来。先走了。神仙来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看到最美丽的结果。老板，这是冷却机，它是用什么样的原理？蒸汽抽上去之后，在这边冷却。它那个蒸汽在中间那个管子，那里面有几百只的管子，蒸汽经过管子以后，外面泡大量的冷水，它就冷泥变蒸馏水跟油。蒸馏水跟油现在往外面流，但为什么还要再做一次的过滤？这个是油水分离啊，因为油
它的比重比较轻啊，水比重比较重，它往那边走。它有两个管子，我们就把它上面油在这边有没有？油会浮在这边，然后流到这边来，然后水比较重往那边走。我们控制它的流量，有没有？它放进去，然后那个油就往上满，就开始会滴到这边的油槽里面。所以这边我又看到了，开始，哇！很纯呢，这边就是油，这个是纯露啦。纯露有什么样特别的作用？纯露我们把它引过去那边给客人泡。对吼，那个冷却水会变成热水，所以你们就变成了一个纯露温泉一样。对，可以泡脚，可以泡脚，可以治疗那个皮肤病啊、风湿啊。筋骨比较不好的人也可以来这边泡脚。是，你应该再弄那个小的，让泡全身的汤屋啦，樟木汤屋，这也蛮有生机的。这个油慢慢会流过来了。这个是香樟啦，等它明天这个整个会结冻，像冰块一样，就结晶，它里面就像盐巴一样。哇哦，这个就是用布给它滤起来而已。哦，隔一天就变这样子哦。对，这样子。哇，好像盐巴哦。哇。对啊，这个只有香樟才会有啊，对，就是本樟才会有，所以方樟的经济价值没那么高，但是它的功能一样吗？功能一样，是一样，包一包放在那个衣橱里面，对，一样防蟑螂，防蟑螂啊。我们台湾是全世界很重要的樟脑丸的出口，其实全世界我们的产量占90%呢。真的，就全世界跟现在台积电是一样的。为什么葡萄牙人也要来，荷兰人也要来，日本人也要来？宝岛就是宝岛，拥有丰富的物产。太大，好，可以了。这条路很有感觉，怎么说？就25年前，我跟着吴老板的爸爸，当时呢还要拖木头上来，还有个离压架这样子，哇，要慢慢推。这个是蒸馏过的啊，这个还有什么用处吗？这个我们卖给那个营造厂啦，还做那个造林啦，做造林用的啦，不会长虫的，不让树木底下不长虫啊，而且不长草啊，再利用，没有1寸的土地可以浪费的啦。然后过去的没有碎木机的时候呢，这是用人刨的，用咕噜啦，一片一片刨下来啊。对，你看那个碎这越细，它出的油的越多。哇塞，我已经看到那个工具了，这个当年我也使用过，请那个吴老板示范一次。 Good luck, good， 历史悠久，就这样姿势摆好，这样子，早期要夹住，拆的，对，这样子。哎呀，慢慢，然后拿这个碎粉。吴老板，你这样跑要跑多久啊？大概早期一个人1天可以一麻布袋啊。哦，就这样一个麻布袋。对。哇塞，那个根本就连吃饭时间都没有了。现在应该没有这样子了吧？现在没有，现在有。等，老板，我闻一下。这闻起来比较清香一点点。这有2种不一样的。你猜是什么渣？先闻，再来刨这个。各位前男朋友，这个淘汰人有住在这树仔内底无？摸塔路上，那个破开就看得到啊。看是淘汰人是搞，不是，伊讲表现了不好，他被淘汰，那个人叫淘汰人。记得脚要夹住啊，他打后水才不会滚。 Good luck, good， 哥可以吧？可以。那刚刚没了。但现在提成而已。这个给你，对，给你。哦，是。来，你也帮忙做。哦，帮忙做。有吗？差不多有肉了，来，我先闻一下，跟刚刚有什么不一样？有差吗？鼻子好像失灵了。我刚刚那一块在口袋里面，好像没什么差。都是樟脑味道。对。好，我用猜的了啦。那边方樟，本樟，这好像油比较多一点。好，那边是臭的，这边是香的。哦，答对了。哦，答对了。所以是臭的是方樟。对，是方樟。哦，所以是本樟。但是我感觉你好脏。我姓张，工厂张。为什么不打扫干净？工厂卫生不打扫一下？吴老板，内行人怎么分辨啊？就是靠鼻子啊。早期日据时代不是要考脑筋的证照吗？你要测试你闻出7种的樟木。啊，这个很辛苦很辛苦。樟脑它的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？应该是嘉庆年间就传来台湾。日据时代的时候更多，开采的更大。日本人极力在开采这个。它有几种用处？除了医疗化工，那时候塑胶石化还能那么发达的时候，
它就是取代那个石化的产品，很像树下那个赛洛露是。哎，对对对。还好我有经过那个年代。哎，你有吗，小顺？以前有铅笔盒啊，或者是很多化妆品盖子啊，什么东西都是用那个做的。这好像还蛮好玩，好玩。跟你讲说，这一片山都是你要滚的，你会觉得好玩，我随便。Good 啊 ，Good，看的啊，我们这个爬完之后应该就没事了吧？待会有更出众的啊，更出众的，这已经很出众了呢。吴老板，你误会了，我们这个节目是付出一点就可以吃很多东西。给你看给到啊，看给到了，后面还有更硬的，够荤哦。哦，看给到，安尼这就叫拍谈。这一刻也蛮享受的哦。虽然呢，它不是热的，是冰的，因为呢，老板说这是冷却水，它里面的精油的含量还是很高的，还是很高的，舒服。而且他说很疗愈哦，对于筋骨有舒服的功效。还有你皮肤有些疾病什么，也可以来泡一下。其实泡一泡，有在往里面浸的感觉。这完全颠覆那个我对樟脑的那种想象，从采拔然后到炼取精油，对我来讲完全都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事情。台湾的每一个乡镇都拥有自己的跟别人不一样的能量，这是很重要。所以这要坚持，执守自己的这个岗位。坚持是个信念啊，但是呢，你要有智慧，在每个世代有遇到的不一样的状况，应变能力。对，而且我发现他们这个樟脑越来越多产品了，对，太宠了。哎，感谢。哦，你看，哎呀，用樟脑丸做的凤梨酥，你看。这不是凤梨酥啊，不是凤梨酥。哇，有精油，刚刚你做的精油哦，刚刚做的精油，肥皂哎，对。这样子的一个老的工坊哦，你把它萃取出来，做最好的产品，也有很多的跟大家分享。哇，太棒了。现在我们就来寻找传承220年的风鸭，哇，太厉害了！这个一定很好吃，必须试试看。风鸭，我们来了！冬天的电扇不是吹的，夏天的棉被不是盖的。当你的功夫要独步全球，要引领风骚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得到秘方，特来的请这位江湖人称鸭王的小哥鸭王。躲在山上被你们找到了。最近呢，报章杂志掀开，通气很久，鸭王躲在山上，他躲了220年。是这个要理解一下，这是你们家传的秘方吗？我们祖传的。这220年从哪里来的？我们是客家，对，从广东梅县，现在变梅州了。当时祖先来的时候，就带着这个，是年菜来的吗？当时没有游泳圈，没有就带着鸭子当游泳圈游过来的。所有的家族人手持鸭子，然后一直游过来。游了之后呢，肚子饿，一吃就把鸭杀。前面廖天地已经讲很久了，进入主题，他们家的风鸭是丁杠，我们要先杠我出名。第一个要挑多大的鸭子？这是我们的土斑鸭，母的，术语讲1.7、1.8公斤。但是为什么特别挑母鸭？公鸭拿来做姜母鸭，太柴，肉质母鸭的肉质的嫩。这个公鸭果然柴了一点啊，拿来煮汤刚好。第一个工序是什么？你要够鲜狠手辣才能做公鸭，这个我就办不到了。要临时他先排队站好。哦，先排队，先排好。加油看，是。哎，排队哦。我先示范一个，然后等一下你们动手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先上刀山。哎呦，听着他骨头脆裂的声音。抽筋断骨。您竟然如此！先给它抽筋断骨，心狠手辣。它那个鸭胸一般会比较柴，所以你要把它抽筋断骨之后呢，它就比较嫩。OK， 好了，是深一点，比较好吸收，是不是？对，比较能入味。哎呦，已经听到了，它是骨肉的必剥的抽筋断骨，断它的筋跟骨。待会还要软硬兼施，刚柔并济，还把它 SPA 就对了啦，好，它会变得更好吃。好了，好 OK， 再来呢，我们就开始要安慰它咯。按摩，对，这个我们你们闻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哎呦，哎，醉了呢。
不用一滴水，纯纯酒米酒，简单的配料，盐巴跟一点糖，米酒。但是他不会跟你讲盐巴放多少，糖放多少。对，这个要问周汤豪他妈妈。是比例要放的正确。好啊，再来呢，我们就要开始了浸泡，哎，就安慰他喽。洗澡，对，洗澡给他按摩。这个沐浴对待婴儿也是这样，入味，对。就放在锅子里了吗？然后再逐一放在那个蒸锅里面，这是要有爱的。OK， 好，换你啊，乖啊！什么叫乖？啊，乖的啊，好好的。你看我的台词，好好的睡哈。哦，很醉。来放，好了，看我的，看你的。首先要很有礼貌，轻轻的放进去。你有哪里不舒服吗？因为她是女生哦，要温柔一点。她是女生。我跟她讲了，我问她哪里不舒服。哦，肩膀上啊，肩膀哦。哦，腰没问题，这样可以吗？这个力道可以吗？腿哦，有点麻啊，可以用 CPR 的方式吗 ？CPR 要翻过来。安妮，现在起床。对，里外。对。照这种速度哈，那一天出不了几次。汉堡加好，还这个来加再来一次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。CPR。好了，好，小哥，按摩完毕了哈。以前的年代，妈妈我们那个30、40年代哈，苹果很贵，要放到神坛上面，差不多快才能拿下来吃。因为以前台湾没有产苹果，红枣也很贵，那现在 OK 了。补品，我这个就是改良过，就是因为现在糖对身体不好，所以用比较淡一点的苹果。对，水果就是把糖取代掉，天然的甜味铺上去吗？铺上来就好。看我的用料哈，很足啊。对，不怕人家吃。先生，多少来一点？来，要均分啊。对，请不要偏心好吗，小哥？前面3盆弄的是风生水起的，我这边弄的是寥寥无几。这里还有了。哦，还有了，我有预留一点点，我给它摆好。那个受热才会均匀。我们刚刚这个纯米酒，客家人没什么太多的酱料，平均分配，就是给它平均分配。哇哦！第二轮换佳，要平均哦。平均了啊，剩一点点，再平均。来，小顺，4等表现哦。噔，小顺表演。哎呦！这4只鸭会有史以来最好吃，很会呢。哎呦，我们是要卤这一段吗？你要高兴啊，小顺。可以了，风鸭就2道酱料，再来这个就是客家的米酱，里面有什么元素？里面有红曲，其实它米酱大概就是味增的意思啦，然后加了红曲更健康，然后它更滋补。为了要标榜这个红曲的美，讲红曲的时候那个嘴型要不一样，红曲。上来，这个风鸭的风是用什么？风就是待会我们最后一道蒸炉的时候，封住，对，把它封住，慢炖5小时，搞到它骨肉分离哦。假正本要假干呢？好，再来，继续，我们再一人一轮。对不啊？谁补啊？最后我来收尾，不能有1丝1毫的浪费。有加鸭哦，好多了，也饱了。好的。大致上这样子步骤就完成了前置作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到蒸炉那边给它封住。小人类，出发吧！哎，你慢了一拍。封住主要是隔离外面的空气，然后也让里面的水蒸气它的香味完全跟外面隔离。5个小时关火，不能动它，就在锅炉里面冷却。第2天早上整个冷却才可以把封住的把它掀开。所以封住的时间10几个小时，顾名思义叫封鸭。解封以后，有的是真空包装，有的急速冷冻，然后我们要用的时候解冻再蒸。为什么这220年来这个风味会这么好的这个风鸭？陈家，我们的堂号叫尹传达，来台主落地铜锣，就交代我们的子子孙孙，这道菜绝对不能失传，因为这个是转大南迁之后所衍生出来的一个菜色，因为它可以一直加热，越加热越好吃。
不过这是一个坚持的一个力量啊，是好戏在后头。对，我们先来介绍别的。客家人很会做腌制品，这个豆腐乳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研发。哦，大部分的豆腐乳呢都很咸，这个不咸。第二个，口感像 cheese 一样，所以我们叫它 cheese 豆腐乳。还是 cheese。套一句我们小顺讲的，吃了豆腐乳就被我们俘虏了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好吃啊！而且我刚第一口一吃进去，我就知道，他姓陈，很绵密。哇，那个口感最好的。我们好多客人买回去给爸爸妈妈吃，尤其是客家人的，特别感动，很感动。他说这个是吃到古早味，3餐必备，非常。而且它是素的，它是吃蔬菜长大的，素的。目前全台湾客家菜唯一可以上舞台比赛的，就只有这一道。哦，国宴级的。那客家小炒种类很多，你们知道有没有加芹菜的？有。有没有加豆腐干的？有。但是正宗的菇菜，是韭菜的。黑是韭菜啦，我们去外面聊聊天。哪有客家菜沾韭菜？那是葱啦。客家小炒，鱿鱼3层肉的酱爆肉，葱。你这客家女婿也不知道是葱。我教你第一口的吃法：第一口1片鱿鱼，2片葱，1个葱梗，1个葱白，再加那个3层肉的酱爆肉，一起入口。3元素，因为这个3元素的口感有层次的。这个客家小炒吃起来跟客家小炒一模一样。语句一席话，还是一席话，就是有讲跟无讲。而且客家小炒在我们客家庄来讲，一定炒湿的，有一点汤酱。客家小炒是我们客家人的大菜，因为客家人很勤俭、很辛苦，就有这个客家小炒，就是拜剩下来的3升就把它切一切，就这样炒，下饭下酒。是，但你不要那么大声，会吓人。你吓得半死。不好意思，真的很香，很香。这道菜也是我们的经典，甩子肉，新疆口味大漠芝兰牛，这个牛肉软嫩多汁，我们尝尝看，来。因为我没有吃牛肉，不是哦，观众朋友都知道，你都没得快的万年期啊，各位出去，我带你出去聊聊天。它是骰子牛，超嫩的。你是有用什么特殊的处理方式吗？牛肉我们来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去筋、去油，然后切成骰子肉，然后一定要先腌过。包括你这个佐料，你看辣椒炒的多好，辣椒的工序也很多。而且你知道它为什么会做成这个形吗？没有吃掉就流眼泪了，来，这个很辣哦。哎，我不信，蒸在牛上面好。对，真的挣脱，真的啦。哇，因为他把那个辣椒打得很碎，然后加蒜头嘛。这个没有加蒜头所以这个素食可以吃，超香的啦。启禀执行长，这一锅是汤底是全米酒，但是酒精已经是给我的。我自己来，你先来。这是我要拿给我自己的。奇怪，当老板都很自作多情。但是你放心好了，我这个还是会给你，因为长幼有序啊。谢谢小顺。哎，你不要客气，先一口汤。哎，这个我肯定很熟悉。先喝汤。浓香醇到了一个极致了。客家纯鸡酒，它是麻油鸡，不是烧酒鸡。尤其是在冬令进补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有这一道。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给我们客家人媳妇、女儿坐月子的时候一定要喝这一道。哇，有重点，很补的，都要全酒。坐月子要吃1整个月，天天要吃，暖身、补身、补奶。最重要的就是麻油加姜片。特别香。可是我的岳母都是补女婿，每次回家的时候，那你会发觉你的奶水很多。真的，你不要喝胸部，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碰到你啦！来，今天这个厉害的，好嘞，主角。如果9年前我没有回来开这个餐厅的话，这道菜也失传了。失传了，哎呀！因为会做这道菜的客家人几乎都不在了。就剩你一个，只剩我一个，还有多了，我还有很多兄弟姐妹。现在已经都传好了啦，传好了。你讲到这样，很紧张的。这道菜，其中还有很多是我们的秘密武器，独门配方，打死我也不会跟你们说。来，我们出去外面聊聊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，你这不开解，口水已经流满地了。对，这一整层就是我们刚刚的酱料，经过5个小时的焖蒸，它会渗透到我们的鸭肉里。你看，肉归肉，哎呦，骨头归骨头，哎呦，刚刚小哥讲说这骨肉分离啊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先尝一点肉，一定要直接吃。很嫩，哎呀，你看啊，这个肉跟骨头了，一加起来，肉跟骨头完全松开。哎呀。哦，这个先尝一点肉，
哇，哎，给我2碗小白饭。小白饭，传承了220年的味道，酒香，这个鸭肉跟鸡肉一样，鸭就鸭啦，没有，我说它的口感，我带你去外面聊聊天的，怎么跟鸡肉一样？它的口感跟鸡肉一样。请问外面有什么好聊的？我说它的嫩度跟鸡肉一样，所以这道菜我们也有销到东南亚去。马来西亚的，也有很多客家人啊，新加坡的来这边吃饭，他就说这道菜希望能够销到东南亚的人吃得到。我告赞，我告后加，人间美味，太棒了！手刀借给我一下，手刀就是跑得快要用手刀，跑得慢呢，快刀斩乱麻。再去聊2句了。在寒风刺骨的夜里，就带你去找一个蒸饺，而且他们家是针对5行金木水火土，只有5种口味，它是一笼里面有5种颜色。你喜欢吃海鲜对不对？是。再来还有一种呢，这是什么味道？天使虾。跟店长在吗？是，你好，小顺。你看有这么多节目来拍过，我是闻香下马的。刚刚远远的就看到你们家的蒸汽扑鼻而来，该不会很巧的5色饺、天使虾饺？是。时间到，可以打开了吗？可以。哇，整只哎，这会不会太夸张了？一个蒸笼只有一个蒸饺，我告还没喊，那5色的，哇！天使虾扯蛋，天使虾已经这么大条了，它还有一颗蛋，然后是卤肉饭的状态。对，哇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多花色？老板创意的，老板喜欢吃海鲜，想出各式各样的花招。我们刚才这个天使虾是被包覆的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么虾的蒸饺，通常内馅的本尊是在蒸饺里面，它是直接在外面。哇塞，哇，太奢侈了吧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，就是中段的所有都该留都留住了。哎，整条在鲜哦，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你看虾肉，是啊。哇，什么味道？它满满的天使虾，包覆着很多的葱味，会不会是海底总动员了？而且它皮蛮薄的。哎，这应该很多人点吧？这应该是人气商品吧？对，那全国唯一的天使红虾。多厉害！天使红虾是产自于哪里？阿根廷。坐飞机还坐那么久，来这边为你跟你天使之吻，跟他同粉。因为很费工，还要去杀精，掐头去尾，所有的里面还要再 mix 在一起，然后再把它装回去，所以是限量品。一天只能出几份？只能出20-30份。好的，来，那我要先吃这个。这分别什么颜色是什么料的？绿色是干贝，全麦的是鲜肉，白色的皮是鲜虾，墨鱼的是黑色的，九层塔是黄色的。还不用再蘸东西哦，直接吃啊。吃原味。开始游走了。这个鲜肉很明显，但是它有它特殊的味道。它跟虾蛮不一样的，从哪里游过来？虾肉在弹我的牙，非常的 Q。应该这样形容，那个虾是一个游唱诗人，那我的牙齿便是它最美丽的乐器。这演奏出来呢最不得了的乐章，是弹吗？是弹，它在弹我的牙，是弹，是弹牙。我要吃干贝了。哦，鲜不鲜？太鲜了，里面满满的汤汁，石门水库血红的感觉。哇塞，涌泉啊！因为满满的汤汁，哇塞，这么鲜呐！墨鱼一人一颗，哎，已经在滴了，它已经在滴水了，哇，赶快！它的汤汁正在喷发，墨鱼也弹牙，有嚼劲。九层塔都很少看到它加在那个内馅里面哈，而且它教你它不要沾酱，它本身就有调味了。对。哇，久不久？非常久。塔不塔？高蛋挞，哎，好吃哎，好吃很香啊。对，不知道会这么大哎，所以忍不住的要脱衣服，热起来了。基隆人最会挑甜不辣，你不要以为每个节目来都会赞美，不一定。哎呦，很爱。它有它鱼浆应该有的 Q 润度，这个鱼浆的厚度刚刚好，很可以。请问太后叫什么名字？我知道，慈禧。啊，对，有的木头就没有办法慈禧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觉得这一盘还蛮特殊的。对啊，这是什么组合啊？鸡肉跟牛肉的组合。
为什么突然来到美式料理？因为我们疫情的时候都出快餐外送，特别研发了一些美式料理，比较快速出餐的。这个酱也是自己调的哦。是啊，都自己煮的。昨天就是优格酱，浇在饭里面。对，下面的饭是姜黄饭。姐姐，哎，哦，这很可以的，很可以哦，而且吃起来蛮爽口的哦，酸酸甜甜的，清爽，所以越吃越开胃。哇，好吃，好用心哦。你先把那个虾子先请出来，它是个军舰耶，一整烧的。因为有的卤肉饭会偏南部口味，那我觉得它就是刚好在中间值，不会太咸也不会太甜。是。哎，你们开多久了这里？我们这里开5、6年是。防疫之前开到现在。对。他们可能就是为了防疫，所以就想了特别多的选项。没有想到连甜不辣什么都很好吃，都出来了，就这样子存活下来了。谢谢。开心吗？开心啊！你们来更开心。谢谢。好，要继续吃哦，我们下次还会再来哦。一定。对啊，看你有没有偷懒哦。小人类，出发吧！喜欢带着简单行囊说走就走的旅行风格吗？记得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们一起骑上热血摩托车，充电去。